大家好，今天分享一个素菜包子。我自己特别喜欢吃素菜馅的，但凡我的朋友呢吃我这款包子，都会问我这是什么馅儿的，感觉脆脆的。我先卖一个关子，不说什么馅料，大家往下看吧。首先，我先准备一下花椰菜，但是呢，我们要这个嫩的叶子，不要中间的梗。其实呢，我们叫这个不叫花椰菜，我的老家叫这个是包菜，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是一样的地方的。我大概用了350克的花椰菜。第二个就是泡好的香菇，我们需要挤出水分，再切成小丁。切好之后呢，我们先放在一边，一会儿再用它。现在处理一下胡萝卜，这个呢先是刨成丝，我自己的刀工不是很好，所以呢我喜欢用这种工具，就是要小心一点。之后呢切成小丁，这个胡萝卜的加入呢会让这个馅料很好看，不是单一的白色。同样也是放在一边备用。我这边的水呢已经开了，需要烫一下花椰菜。在放进去之前呢，先放一点盐，之后再放花椰菜。这个呢是需要烫1-2分钟，烫软就可以了。先盛出来，等放凉之后我再处理它，因为现在真的挺烫手的。最后的最后，我的小秘密总算出场了，就是这个笋。我用的是亚洲超市的冻笋，不是新鲜的笋。澳洲这边呢，其实挺难买到新鲜的。这个笋的处理呢，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切成小丁。但是要注意一点，就是不要像胡萝卜丁那样小，还是希望它有很强的存在感的。还记得我的花椰菜吗？这时候应该也凉了，需要切成小块状，竖着、横着、斜着切几刀。到这里还没有完，需要挤干水分。看了这么久，我想告诉大家，素菜包子真的做起来不比肉包子简单，需要注意特别多的点，还需要根据不同的蔬菜做出不同的处理。之后上火，我先炒一下笋，放一点油，不多，只是用于这个笋呢蒸发多余的水分。这就是保持笋在包子中脆脆的感觉的小秘诀。盛出来，我炒一下香菇，香菇一定要炒到微微泛黄，有香味出来，再放入胡萝卜、花椰菜。等这个3样炒得差不多，炒香之后呢，我们最后放这个笋丁，然后呢再放入盐、糖、蚝油、酱油进行调味。出锅之后，这个是很烫的，是不能用的，需要放凉。所以你们在家里呢，需要先处理馅料，之后再来做面团。我这里用了450克的中筋面粉，加入了一点的盐和20克的白糖。220毫升的温水呢，化开1汤匙的酵母。
边倒边搅拌，搅拌成这个雪花状。差不多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揉面，揉成一个面团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揉光。省力的方法呢，就是多给面团一点时间，让它自己好好的反省一下。打开保鲜膜，揉几下，你就会发现真的很容易揉光。之后呢，开一个锅，加入15毫升的油，把这个油呢往里头窝，揉进面团。油的加入呢，会让这个包子很光滑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但是现在我们还是不能用它，需要再醒15分钟。现在是下小剂子，下好的小剂子呢，有人问我怎么擀成一个圆片，因为横截面呢被揪成很粗糙。其实很简单，先是按压，用虎口贴着面板呢转圈，它就会变成一个表面光滑的小剂子。先别用，先把这些小剂子呢都处理一遍。等全部弄好之后呢，用最开始的小剂子，也因为它放置的时间久了，这个面筋呢慢慢舒展开了。擀起来呢也是非常的省力，我们就擀成一个中间厚、边缘薄的面片就可以。之后包入馅料。包包子的手法呢，我觉得我是用最传统的手法，食指向前，中指呢捏边，最后留出一个小小的金鱼嘴。我自己呢是喜欢包住，不揪掉多余的面团。其实这个素菜包子另一个难点就是包包子了，它不像肉包子结团，它是很松散的，不太好包。我这里采用一发的方法，先用湿布盖在上面，让这个包子醒发，同时呢也保持一定的水分，这样子就不会出现干皮。醒发好的包子呢，用手指按压一下，会反弹，就说明是好了。水开之后，上火蒸15分钟。打开的时候呢，需要快，避免水珠滴落在包子表皮。我是最喜欢打开的这一时刻，热气腾腾的、香喷喷的包子。包子膨发虽然挨在了一起，但是都没有揭皮粘连在一起，这就是面团加油，还有盖子透气，达到了一种有蒸汽但不湿黏的状态，所以呢，我才放心大胆地揭开包子。打开看看里面的馅料，像开头说的，我身边的朋友吃过我这个包子都在问是什么馅的，怎么脆脆的，是不是放小虾皮了，怎么这么鲜呀？谜底揭开的时候呢，又会感叹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几个简单的蔬菜就能做出如此鲜美的包子，而且吃多少都不会腻。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包子，没事儿可以做一下，回看自己的视频也发现自己的成长。10年前的我呢，初到澳洲就会一道菜西红柿炒鸡蛋，现在却成为了一个游刃有余的小厨娘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，请帮我点个赞或是关注我，我是何 C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来跟我说点话，包子好吃不好吃？还可以。还可以。你一个人能吃4个？这第5个。这第5个了。你先给我2个，我就吃了1个，你拿1个，我就拿4个吧。